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井柏然的病态唇，谭松韵的石川脸，才是偶像剧的正向标杆。水哥王昱珩曾特别充满智慧地说：“破镜难以重圆，但枯木却可以逢春。”记得当时在场的几分女人都对这句话给了不同的解读，但在我看来，这仅仅只是王昱珩现实情感生活的一种映射。众所周知，王昱珩离婚了，这句话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他和前妻已然完全不可能再在一起了。而他这个被感情伤得失去了激情的枯木，却遇到了可以让他重新焕发青春的那个人。的确，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破镜根本无法重圆，分开的两个人即使真的又重新走到一起，也只会是因为孩子或者别的目的勉强生活在一起，根本谈不上爱情。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破镜重圆的浪漫戏码在现实生活中太过难得一见，显得格外珍贵，故而才会有一大群的文人墨客将这种堪称奇迹的爱情故事写进小说里，拍成了影视剧，以此来弥补我们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遗憾。所以多年来，我们在何以琛和赵默笙7年后的久别重逢里浅尝破镜重圆的甜蜜，为了于途和乔晶晶阔别10年仍然能再次相爱，并最终能突破重重阻碍相守在一起感到庆幸不已。而今一部井柏然牵手谭松韵，也为观众带来了一部破镜重圆的浪漫爱情故事归路。然而这部剧却并没有之前2部剧的幸运，上线后便有网友诟病说井柏然为什么颜值下滑这么严重，本就不帅的脸上又多了饱经风霜的老态。也有的说谭松韵33岁了，咱别演偶像剧了好吗？太出戏了。可在我看来，正是井柏然的病态唇和谭松韵的石川脸才是偶像剧的正向标杆。石川脸的魅力值，归路中的男女主感情设定是10年后的破镜重圆，而这10年的时间跨度对演员的颜值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种需要时间穿越的年龄感，或许对一般的女演员来说的确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且一不小心还会成为全网吐槽的焦点。即使自出道以来便以美人的称谓独步娱乐天下的林心如，也难逃被群嘲的命运。但谭松韵不然，她长着一张纯天然的娃娃脸，和蔼、亲切、阳光、温暖、明媚，最重要的是有低幼感，又不失青春靓丽。这是她演时间跨度比较大的戏码得天独厚的，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我们在归路中看到谭松韵饰演的女主归晓，扎起高马尾，面容稍加修饰，便俨然是一副高中女孩的俏皮之姿。再加上她水汪汪的大眼睛里低眉浅笑中随时随地散发着少女该有的单纯与美好，可以毫不违心地说，即使33岁的谭松韵往那里一站，与现实中的高中生相比，在颜值和精气神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转过头来，我们再看10年之后的归晓，长发微卷，清丽典雅，大气温婉，俨然又是一位职场女精英的飒爽之态。10年风霜雨雪的漫长沉淀，让她的颜里不经意间的流露出几分岁月侵蚀的不易察觉的微小痕迹。总之，10年后的归晓与少女时期的归晓已然做到了石川脸，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对10年之间的他们有了边界明显的区分。正如剧中陆延辰说归晓一样，模样还是那个模样，突然就长大了。可以说，归晓的长大不是因为谭松韵衣品的日趋成熟，更不是因为妆造上的特殊设计，而是因为谭松韵那张可盐可甜、宜古宜今、可低幼可成熟的石川脸。
更是因为她极其精准且扎实自然的演技，才让观众看到了一个10年之前和10年之后毫无违和的龟小女主。说实话，一部言情剧而已，谭松韵能做到与女主龟小如此贴脸，本就是偶像剧里的一股清流了。再说，谁说33岁就不能演少女了？1952年出生的刘晓庆，在1995年出演了轰动一时的武则天。43岁的她，从14岁入宫的武媚娘，演到80岁被迫退位的老态龙钟的武则天，不还是照样成就了一部经典之作吗？1949年出生的潘迎紫，在36岁时出演了一代女皇，还创造了台湾当时60%的超高收视率。所以以后不要人云亦云的说谁多大年纪还演少女或少年了，至少像谭松韵这样适合角色、演技自然的石川脸，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她的角色魅力值是显而易见的。病态纯的代入感，归路上线以来，估计最不好受的便是井柏然了，因为很多人说她的脸垮了，眼角都是细纹不说，连唇色都好像被冻得发紫一样，没有血色。可大家有没有想过，井柏然扮演的陆延辰，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十分不幸的角色啊！他的生活里，除了龟小，便再也没有更多的温暖了。少年时，父亲对他非打即骂，身上经常会有一块又一块的淤青，所以他大热天的依然穿着长袖。那时候的龟小对这一切完全不知，所以才不明白大热天陆延辰穿长袖的缘由啊！若是单单只有父亲这一个暴虐狂还则算了，偏偏母亲又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性子，非但不能给予陆延辰更多的呵护，还时不时的需要他来保护母亲和姐姐。这对一个少年人来说，无疑是一场逃不开、躲不掉的深渊。所以陆延辰始终冷漠、少言寡语，那是因为他对这世界已经不抱太多的期望了。长大后，因为还债，父亲便能将他卖了，足以可见陆延辰的亲情原有多么的淡薄。工作之后，陆延辰的生活也并未好到哪里，他每天紧绷着自己的每一根神经，生怕自己行差踏错一步，无法捍卫国家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安全。即使这样，仍然逃不掉跟师傅生离死别的命运。更何况他暗无天日的生活中，曾经唯一出现的那抹光亮，也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了。若是经历了如此诸多的生活磨难，陆延辰还能活得阳光明媚，像其他偶像剧里的男主那样光鲜亮丽、精致优雅，那我只能说一句，好假了。或许正是因为深知陆延辰那些不堪的过往，故而才会对井柏然的病态纯生出几分贪恋和共情，才能对陆延辰这个角色有更多的代入感。而一部剧代入感尤为关键，所以我才说井柏然的病态纯和谭松韵的石川脸才是偶像剧的正向标杆。对此大家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讨论哈。